嗨，大家好，我是街头故事的创办人李白，和大家介绍我的职业是一名街头人像画家。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职业的时候，对他有什么样的想象？你可能会想说，当一名画家，怎么不是在自己的画室、在自己的工作室里面画图，而是要走到街头巷尾，可能是晒着太阳帮陌生人的画画呢？好，那我今天讲2个故事，来让大家介绍这个职业。第一个故事要大家发挥一下想象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你是一名街头人像画家，那今天呢，你在一个漂亮的风景区里面摆了一个画画的摊位。于是呢，迎面走来了你今天的第一个客人，这个客人在你的面前拉了一张椅子坐下来，你也很开心，准备拿出画纸跟画笔要把它画下来的时候，你注意到了一件事情。这时候你发现这个客人的脸上有一道很明显的烫伤疤痕。这时候选择就来了，拿着画笔的你，应该把这道疤痕给画下来，还是省略它不画出来呢？大家可以先把这个答案放在心里面，先让我来讲第2个故事。第2个故事是关于我为什么会变成一名街头人像画家。时间回到2015年的9月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升上大学1年级。在大学1年级，其实会迎来各式各样的社交活动，要在一群新朋友、学长姐面前介绍自己嘛，可能是迎新啊、宿营啊、新生训练等等的。在这种场合里面，其实我很强烈的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真的是一个极度内向，也非常害怕社交的人。那这样的个性，其实让我在面对人群、在认识新朋友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的挫折。用一个画面来形容的话，我那时候发现啊，这个世界其实就很像是一场热闹的派对。那在这场派对里面啊，那些外向者，那些很会表达自己的人，其实大受欢迎，好像如鱼得水的感觉。他们可以在新朋友面前，尽情的展现自己的魅力，介绍自己。他们会说破冰笑话，让每个人都觉得，他们很有趣。一下子就这么自然而然的融入了一个群体里面。可是像我们这样的内向者，似乎在这场派对里面就像是一个透明人的存在。我们只能站在派对的角落，然后静静的看着那些他们人在把酒言欢的样子，但我们好像就始终不得其门而入。那以我来说的话，其实不只是我不知道该在这场派对该找谁说什么，该找谁聊天。我光是站在这场派对中间，我该怎么摆放双手，该怎么站着，该怎么呼吸，我可能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焦虑，非常的恐慌。后来想到了一个点子。我发现世界上有一个职业叫做街头人像画家。那其实这些画家在画人的时候啊，跟客人之间会有一个大概10-20分钟的空白的时间。我那时候想着，如果这个时间里面可以拿来做点有趣的事情，是不是就可以让我练习聊天了呢？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景象，是一个画家，他会一边画画一边和你聊天。所以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呢，我回家就开始准备道具。过了几天之后，我就在台北的街头摆了一个画画的摊位，在摊位上面，我写了一句话，叫做“如果画图的时候，如果你跟我聊天的话，这张画就可以折价50块钱。”这张摊位摆出来之后，还真的有人觉得，好像路过蛮有趣的，就有人开始在我的面前坐下来画图，然后顺便跟我聊聊天。那也有人是为了，好像跟陌生人聊天，好像是个没有过的体验，就坐下来，然后顺便画一张图。那时候发现，原来这个方法真的有效。这样子练习久了，说不定我真的可以变得不一样。所以当场我就定下了一个目标，是我要用这个方法跟2000个陌生人聊天。那个时候我其实非常的坚信，当我完成2000个陌生人这个挑战的时候，我就会变得跟我现在完全不一样，所有的人生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是这样子画了一阵子之后，我开始有一些小小的观察。我发现啊，其实人们比起在我面前漫无目的的聊天，只更想要说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因为聊天聊到最后，其实我们最后的话题都会回到客人身上，所以客人就开始跟我分享自己人生的故事。那这些故事呢，其实听久了之后，我就开始把摊位上的规则改成：如果你在画图的时候跟我说一个故事，关于自己的故事，这张画就可以折价50块钱。但之后啊，我又有了一个更深入的发现，就是来到我面前说故事的人啊，他们讲的故事里面，大概10个有9个都是悲伤难过的故事。很多人会跟我讲到自己生活里面不如意、不开心的事情，或是自己的烦恼、自己的秘密。有人会跟我出柜，有人跟我讲起自己童年创伤，有人跟我讲起自己在小时候被家暴长大，自己小时候被亲戚给性侵，也有人讲到自己感情里的阴影，讲到自己可能
在感情中间遇过什么样可怕的事情，然后让他到现在面对另一半都还是有抹不去的阴影。很多人跟我讲完这些故事之后，会跟我说一句话，他们会说：“这是我第一次把这件事情给说出来，第一次说给别人听。”听到这句话的我，其实非常的震惊。我开始思考，他们为什么会想对我说这些呢？在他们眼中，其实我应该只是一个素昧平生的在路边画图的画家而已。我并不是心理咨商师，我也不是标榜自己有能力可以解答他们的人生烦恼。但为什么他们会来到我面前，不断的跟我说自己的心事呢？在他们身上，其实我学到一件事情，就是原来倾诉这件事情啊，我一直以来都想错了。我以前觉得，当我们面对可能是陌生人，可能是不太熟的朋友，那我们就不太会去讲到自己内心的事情，我们可能会闲话家常，讲一些芝麻绿豆大的日常生活。但是当我们面对最熟悉的家人、朋友、另一半的时候，是不是就越容易说出自己心事，说出自己的烦恼呢？可是啊，客人常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其实完全颠覆了原本的认知。他们会说：“哎呀，李白啊，这些事情啊，我刚刚才跟你讲的这些故事，其实我从来不敢让爸妈知道，即使他可能跟爸妈非常的亲近，或是说，在生活里面啊，我真的不知道还可以对谁讲这些话。即使他有很多的朋友，他有稳定的社交圈，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心事，平常是没有出口的。”我才发现，其实当我们面对熟悉的人，其实常常带着很多很多的顾忌还有包袱。我们可能，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讲一个秘密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担心，哇，我跟这个人之间有好多的共同朋友，他听完之后会不会，这个秘密就不再是秘密了呢？或是我们要讲一件我们做过很黑暗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担心啊，这个朋友会不会听完之后开始讨厌我，开始觉得哇，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啊。可是当你面对陌生人的时候，这些问题都通通的消失了。在一个没有预设立场的陌生人面前，你也不用担心，你们之后还会见面，你们之后还会有任何的生活上的往来，所以反而有时候陌生人会是一个更好的倾诉对象。当我的客人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啊，其实开始有更多人来到我的面前，我的客人开始回家之后口耳相传，跟他们的朋友说，其实台北的街头有一个这样子专门倾听你烦恼的画家，那如果你难过的时候，可以找他画一张图。所以开始有各式各样在人生低潮或是生活卡关的人来到我的面前。有些人刚分手，各式各样的难过的时候来到我的面前。他们讲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常常会讲得泪流满面，让我在摊位上面，其实卫生纸消耗的速度比颜料还要快。然后有些人其实在我的面前，其实就静静的没有说什么，跟我安静的度过20分钟看我画画的时间。但是像这样的客人，他们却会每隔几周、每隔几个月，或是每隔几年重复的回来，就这样子安安静静的看着我画图。在他们身上，我发现其实我能够提供的服务，其实比起画图，好像陪伴感，还有这样让他们倾诉的机会，好像又更重要一点点。职业大概讲到这边，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一开始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假如你跟我一样是一名街头画家，那今天呢，你遇到一个脸上有伤疤的客人，那你应该怎么做呢？拿着画笔的你可能会想说，可能会有2种选择嘛。第一个就是把这道伤疤如实的画出来，你觉得，我其实看到什么就画什么吧。可是如果这个客人他其实非常在意这块伤疤的话，待会的过程是不是就要在他面前一笔一画的刻画他很在意的部位呢？那你就想说，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选择不画出来好了，这样应该会比较贴心吧。但是有没有可能？但是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其实他也很在意这块伤疤，但他会想说，啊，原来在这个陌生的画家面前，我的疤痕也是一块瑕疵一样的东西，所以他决定隐藏起来。哇，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好像画跟不画，好像怎么做都怎么错，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那这个其实就是我刚开始摆摊画图的时候，真实遇到的一个状况。那时候客人很期待地看着我，我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做才是对的。我手上拿着画笔，看着空白的画纸，非常的恐慌啊。那时候其实我开始想，到底怎么样画这张画？之后我急中生智，我想到了第3种做法，就是我在这张纸上的确还是把他的疤痕给完整的画了出来。但是在上色的时候，我把这道疤痕画成了一朵一朵绽放的花朵。后来这个客人看到这张画之后，非常的激动，他很开心的说：“谢谢你没有假装没有看到我的疤痕。”
后来他把那张画纸反过来，再用了我的笔在上面写下“原来不完美的我这么美”。那在那之后，其实隔了好几年，他又重复的来到我的摊位，画下不一样的花朵。但是当下看着那句话，其实我重新的开始思考，画人像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以前在做事情的时候，其实会很纠结，一件事情应该要有一个所谓它的目的。比如说以画人像来说的话，那应该就是画出一张很像、很完美的画。那这么好的作品交给客人之后，他应该就会开心满意的离开了吧？可是，在刚才的故事里面，我并没有画得很像，也没有画得很唯美，但这张画却让他觉得，这张画是好的，是让他能够开心的一张图。那同样的，倾听者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的另外一种身份是倾听者嘛。我以前会觉得，当一个倾听者的目的就是想出答案，帮对方解决他的烦恼。可是仔细回想，这些年来我遇到的几百个、几千个陌生人里面，他们常常会跟我说完自己的故事之后，会跟我说：“那个李白啊，你听完我的故事，你觉得我现在应该结婚吗？我应该离婚吗？我应该生小孩吗？我应该养一只猫吗？”哇，各式各样的人生抉择。但是在这些年里面，其实我从来没有给过他们一个我心目中的答案。在一个没有答案的倾诉者面前，为什么他们还是不断的来到我的面前说自己的烦恼呢？我才知道，其实人在倾诉的时候，其实往往要的并不是一个正确解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经验，是你自己在心情非常不好的时候，去找一个朋友倾诉你的心情，那他听完之后，其实给了你各式各样的答案。他会说：“哎呀，你那时候不应该做这件事，那你之后做这个，你之后选 B 方案，选 C 方案。”那你听完之后会有一种，其实我好像只是想要找人聊聊天而已的感觉。但这些答案其实它或许都有道理，都是对的。但是我觉得人并不是一个绝对理性的动物，很多时候我们要的就真的只是一个很纯粹的陪伴感这样子而已。我发现这些年来，当我陪伴陌生人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同时在陪伴着我。他们陪伴我在摊位上面练习聊天，练习接纳陌生人的情绪。更重要的是，在摊位上就能经历各式各样不一样的人生样貌。于是，来到摊位倾诉的陌生人也越来越多。那这件事情，我做了大概第5年的时间。那也就是说，我从大1画到大4结束，都还在做一样的事情。那有一天，其实我开始整理我摆摊画图的这个资料夹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摆摊画图的就是摆摊的资料夹里面，其实照片超过了2000张。这就代表我当初定下的这个2000个陌生人的挑战，其实默默的就已经完成了。你们可以猜猜看，当我完成这个人生梦想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吗？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在完成梦想的当下，其实我发现自己依然是一个内向的人。我发现我面对人群的时候，还是会感到焦虑，会感到不安。跟很多人聊完天之后，我会感到非常的疲惫，非常的想要独处。我发现，在摊位上面发生了很多不一样的改变，非常多有趣的事情。但是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我的本质。在发现的当下，其实这个失落感远远大过于完成2000个陌生人挑战的成就感。我那时候想着，原来不管我再怎么努力，我都已经找2000个陌生人聊天了，但是我依然没有变成我心目中有趣的人，我心目中外向的人。那在这样的情绪里面，我其实开始一张一张的去回头看我摆摊画下的那些人，我开始回想在摊位上面我们的互动，我们聊过什么样的天，那客人对我说了什么样的故事。我发现了一件很关键的事情，就是这些陌生人他们从来没有对我说出“哇，李白啊，跟你聊天好有趣哦，你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称赞，而是他们会跟我说的是“谢谢你愿意听这些”，或者是有些老客人他们会说“谢谢你愿意在3、4年前我可能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听我抱怨说故事”，就这样子而已。我发现这些年来在摊位上面，我受到的所有的肯定，其实都不来自于我很外向，因为我是一个有趣的人、外向的人，其实都不是。我才发现这些年来，我都急着扮演一个不属于我的角色。发现其实当一个内向者也有它存在的价值。我觉得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都不缺少很会表达自己、很会发话、很会说话的人。但是当你可能心情低潮，你想要找一个安心倾诉的对象的时候，其实相对于来说是难找一点点的。以一开始画面来说的话，其实我始终都没有进到世界这场派对里面，我始终都感到格格不入，但是却用画笔陪伴了这些从派对会场里面走出来的人们。
今天的2个故事说到这边，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我们真的都是一名街头画家。我们每一天都在面对自己还有身边的人身上那些没有办法改变的伤疤。下一次面对这些伤疤的时候，拿着画笔的你会怎么做呢？你会选择把它画出来，不画出来，还是把它画成一朵花呢？好，我是李白，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边，谢谢大家。